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北京四中全会第一天就有人被开刀了。中共刚刚宣布免去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钢的职务，这位3月才被习近平亲自提拔，刚枪美国将遭地狱之火的外交战狼，如今火不到半年就被一脚踢回了冷宫。外界炸锅，战狼也疯了，还是习近平开始割战狼求和呢？要知道，李成钢可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核心人物。刚刚过去的8月会谈被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点名，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行为失控，满口威胁，还当着美方代表的面打电话下令查英伟达，这哪是谈判，简直是现场发兵。而就在这场外交闹剧之后的几天，习近平立刻动手，在四中全会开幕当天把李成钢免职。同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下周将与何立峰会面，巧不巧？太巧了！一边甩战狼，一边换上老友何立峰，这就是习近平典型的甩锅外交。出了事先砍人，再谈判。更关键的是，李成钢背后正是何立峰与刘鹤斗争的交火线。从王受文到李成钢，一个个被换，真正的战场其实不是中美谈判桌，而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搏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战狼坠马的戏到底是谁在导演，又为什么在四中全会的第一天上演。10月20号，中共发布官方公告，任免多名驻外大使职位，其中包括中共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李成钢。根据公告，北京此次免去李成钢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职务。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共四中全会的第一天就免去了外交战狼李成钢的职位。有意思，可怜的李成钢，今年3月31号才被中共国务院任命为商务部国际贸易代表、正部长级兼商务部副部长。一些外媒都称他是副总理何立峰身边最倚重的副手。新官上任3把火，李成钢自以为得到了战狼真传，正在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没想到上周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名道姓地骂他精神分裂。习近平可能也不想和美国硬杠太久，毕竟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马上就要在韩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见面了，所以只能抛弃李成钢了。看来外交战狼也不好当啊，这回算是又踢到铁板上了。习近平把锅子甩给李成钢背了，也为后续贝森特与何立峰的谈判留下空间。贝森特表示，他将在下周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晤，预计双方将在马来西亚碰面。贝森特在白宫内阁会议上称，他已经与何立峰通过电话，并确认了这次会晤。接下来我们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了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
好，我们继续说，战狼拿下是拿下了，先让何立峰管好自己的人，有病得治。不过战狼的正部级的福利待遇可不能少，只要出去敢咬，中共还是要养着的。根据中共商务部官网，李成钢目前还是党组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和副部长。58岁的李成钢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和德国汉堡大学欧盟法与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曾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商务部部长助理等职。自2021年2月起，一直担任中共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直到这次被免。中共这部破机器是与世界普世价值逆向运转的，在用人的模式上也是逆淘汰。战狼库里往往都有一席之地。10月15号，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主办投资美国论坛，与会的贝森特对李成钢发起了猛烈抨击。此人非常不尊重人，曾经不请自来出现在华府，且精神失常，行为失控，蛮横无理。他不是来传递谈判信息的，而是来发表威胁性言论的。贝森特说，今年8月，这里有一个较低级别的贸易官员，精神有点不太正常，我想他叫李成钢。他发出威胁称，如果美国坚持对中国船舶征收停靠费，中国将会在全球体系中制造混乱。这显然是他们早有预谋的计划。不过我认为局势仍有可能缓和。在外交场合，谈判人员很少会指名道姓地指责对方。贝森特打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可能是李成钢开启的战狼模式用力过猛，太像病情发作，让美方不得不点名关心一下。贝森特不相信中国希望成为混乱制造者，不过中共过去有战狼外交的传统，也许李成钢自以为是战狼。贝森特补充说，这一点只有中方自己清楚。路透社也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李未经邀请就访问华盛顿，邀请举行高层会晤，重申中国就是中共的虚假言论，并对美国人出言不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前不久祭出对稀土与关键矿产实施全面出口的管制，让美国官员大为吃惊。然而知情者透露，李成钢在今夏的中美贸易谈判上咄咄逼人，语气狂妄，已对华府发出威胁，并对中共的报复手段提前做了预告。报道引述了美国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8月间，李成钢预告了许多中共近期公布的攻击手段。他当时相当张狂，非常挑衅，警告美国，如果不按照中共的意愿办事，事情的发展如果不如他意的话，美国将会面临地狱之祸。虽然李成钢当时没有具体提到稀土，但他说我们的报复将超出所有预期。那段发言也被认为是中共祭出稀土管制的前期讯号。在谈判过程中，李成钢干了2件让美国目瞪口呆的事情。第一个已经讲了，他告诉贝森特，如果这个港口费落地，中国将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第二个就更离谱了，据传李成钢在谈判桌上居然直接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当着美方代表团的面下令对英伟达实施反垄断调查。更神的是，他还示意翻译，把自己刚才说的话原封不动地用英文重播一遍，好让美方听明白这戏有多真。如果这个传闻当真话听，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那是智商短路、情商断线、外交常识下课的3重事故。真让人怀疑，当年北大和汉堡大学的那些书，他都读到哪儿去了呢？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爆料，李成钢8月去美国谈判的时候，曾撂下狠话，美国将遭遇地狱之火。金融时报引述美方知情官员的消息，说近期中共商务部与财政部的内斗已经影响到美中谈判。中共党内的强硬派是商务部，还有国家安全部，其在经济政策上拥有很大的控制权。贝森特近期也在反复释放一个重要的讯号，那就是中共内部分成了2派，一派是温和鸽派，另一派是强硬鹰派。
对此，川普也说，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后来又说，别担心中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备受尊敬的习主席只是有一个糟糕的时刻而已，引发各种猜想。无论如何，习近平一声令下，就让贝森特称为低级战狼的李成钢下了谈判桌，意味着中美贸易战或将出现重大转机。习近平还是要和川普握手言和。商务部之前紧急灭火，强调稀土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符合规定的申请将获批准。川普近日也首度松口，承认对中国大陆商品祭出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并非长久之计。中共和美国打贸易战，上次临阵换将，由李成钢替换下的是王受文。王受文或许因为在贸易谈判中不够强硬被踢出局，或许与中共高层内斗有关系。因为王受文是前副总理刘鹤的旧部，是刘鹤当年率领的赴美谈判团队中的核心成员。2019年，王受文在中共13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讲述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磋商时的一个趣闻。磋商过程中，大家中午吃盒饭，吃盒饭的时候，刘鹤副总理和莱特希泽都是从外面买来的盒饭。刘副总理吃的是牛肉汉堡，莱特希泽吃的是茄子鸡丁。磋商过程中有咖啡有茶，但是他们2位没有喝咖啡，也没有喝茶，喝的都是白开水，就是要找共同点。王受文被贬任闲职时，刘鹤的儿子也被传出事。当时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爆料说，刘鹤的儿子刘天然因涉嫌金融腐败被查。川普第1任期时，贸易战中方的操盘手是刘鹤。刘鹤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他早期是一些关键工业和金融改革的智囊，这些改革使这些领域曾经取得了惊人的成长率。刘鹤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国内外也曾得到广泛的认可。刘鹤曾经是习近平的亲信，但当刘与习的关系渐行渐远之后，他只能彻底交棒给何立峰了。而何立峰早在福建时就是习近平的故交兼旧部，也是传说中习婚礼的伴郎。在众多习家军中，何被认为更接近习。路透社曾引用匿名消息来源声称，何立峰尚未在金融市场和外交界获得其前任刘鹤的地位。一位曾参与和中国贸易谈判的外交官表示，何立峰与刘鹤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他形容何立峰强硬不妥协，并且不会用英语与对话者互动。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策顾问表示，何立峰根本不是经济技术专家，而是政治人物。何立峰的职责是执行习近平的想法，但不会像刘鹤那样质疑。那么，习近平是什么想法打的中美贸易战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使用毛泽东式打法，打到现在也没剩下太多的牌可以打了。从王受文到李成钢，再到现在接任的李永杰，他们其实都属于典型的技术官僚，更多只是个表演者，只是负责照本宣科。所谓谈判代表，既不代表个人，也谈不上理念，只是制度的发声器。在中共的谈判桌上，真正的主角从来不在镜头里。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